抗美援朝志愿军难道真的是靠像神剧中那样的人海战术打败美军的吗？美军对战未来战士的最强轻步兵战术输了也不冤。敬请关注本期内容。现在有很多的战争神剧，在那些影视作品中，大家似乎总能看到一群士兵似乎完全不怕枪和大炮，就那样直挺挺地冲上去，显得异常悲壮。冲锋号一响，战士们就呈密集队形，迎着炮火冲锋。这个时候就会有许多士兵中枪倒下。我们都知道，他们想要拍出的是解放军的前赴后继，为了革命愿意付出一切的精神。乍一看会觉得很感人，感动于抗战战士们的大无畏精神，这样的精神当然没有错。但是这会导致许多人误认为我国最终的胜利是靠人海战术用人命堆出来的，这种错误是不可原谅的。我国自古有孙子兵法，在孙子兵法谋攻篇讲到，故用兵之法，实则为之，武则攻之，备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弱则能避之。总结就是有10倍于敌的兵力就把敌人围起来打，有5倍于敌的兵力就直接冲上去揍别他，有1倍于敌的兵力想办法把敌人分开，逐个收拾。兵力和敌人差不多，就要善于想办法击败敌人。要是兵力没有敌人多，就要学会退却，以免吃亏。如果兵力远远不如敌人，要赶紧躲得远远的，避开对方的锋芒，不要去当炮灰。像前2句就是很典型的人海战术。这种战术在冷兵器时代，因为没有短时间内可以造成大范围的杀伤性武器，还是非常奏效的。人海战术确实可以快速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而减少自身人员的伤亡。但是当西方火枪迅速发展，而马克沁发明的第1把机枪问世之后，人海战术的优势就彻底消失了，并且如果是使用冷兵器与其对抗，那无异于自取灭亡。在真实的冷兵器与热武器的对抗中，有许多战役都证明了这一点。比如在1战之前，西方列强一直在非洲与当地土著抢夺殖民地。在机枪没有被发明出来之前，原本当地装备着梭镖弓箭的黑人土著，凭借着人数的绝对领先和悍不畏死的精神，一直在与西方殖民者对抗。但是当马克沁机枪出现之后，它彻底改变了非洲的殖民史。1891年，一群德国的殖民者受到了当地部族的袭击，最后一名幸存的军医在几个非洲仆人的帮助下，带着机枪成功逃到了一处土屋。结果最后这名军医凭借着这把机枪，仅凭1人之力就扭转了战局，杀死了1000多名进攻者。更加典型的战争就是1893年，一支仅有50余人的英国殖民军队在非洲罗德西亚用仅4挺机枪就击败了5000名非洲祖鲁勇士，当场直接击毙3000多人。可以说冷兵器和热兵器之间的差距一览无余。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军使用的都是像 M1917A1 式勃朗宁重机枪，理论射速400到600发每分钟，有效射程1000米以上。M1919A4 式重机枪战斗射速400到500发每分钟，有效射程1000米。M1919A6 型 7.62 毫米轻机枪战斗射速120发每分钟，有效射程1000米。还有经典的勃朗宁 M2 0.5 重机枪，至今美军依旧在使用，它的射速为450到580发每分钟，最大射程可达到2500米。即使忽略掉美军占绝对优势的空中火力和炮火优势，和美军对于解放军来说几乎无限供应的弹药来说，仅仅是这些单兵武器，按照影视剧中的那种打法，解放军能够坚持多久呢？恐怕不需要多久就会全军覆灭了。其实在真实的战斗中，面对美军的密集火力轰炸，解放军通常采用的是史上最强轻步兵的经典战术33制。33制最早起源于抗日战争期间，在33制的战斗原则是以班为单位，分成3个战斗小组，每个小组3人，而为了方便相互接应，一般是排成3个梯队，3个战斗小组呈3角进攻队形，每名士兵的分工都非常明确，进攻、掩护和支援。
班长、副班长、组长各带领一个战斗小组行动。战斗小组在进攻时，2名士兵在前，组长在后，人与人之间都是分散站位，必须确保不能让一发炮弹就干掉一个小组，尽量减少伤亡，保存最大的战斗力。在战斗开始、战斗班展示时，士兵会根据组长或班长的指令，随时变换战斗队形。按照3-3制战术，一个总数仅27人的战斗群完全展开，可以覆盖800米宽的战线。在这种情况下，是完全无法用语言沟通的。这时，战士们就需要通过口语、手语、军号或无线电来传达战术指令。大家看到，这就是一个经典的3-3制战斗的照片。所有的攻击小组都是呈三角形站位，在照片的左下方有一门60迫击炮作为火力支援，而在右下方有一个依托低矮的土坎所构成的机枪阵地。在最右下角的地方还隐蔽着一名狙击手，他的任务是随时点射威胁最大的敌人。而在正中间下方的就是整个战斗群的指挥员。在战斗中，一名士兵倒下，就会有另外一名士兵进行补位，剩下的士兵都会根据训练要求迅速构建新的战斗队形。在这种看似松散实则有规模的行军中，给敌人的感觉就是似乎到处都是中国士兵。而对于无处不在的中国士兵，火炮似乎也没有发挥出它的巨大威力。在这种强大的心理压迫下，敌人的脑海中大概也就只剩下了一个词：人海战术。清川江战役，上图经典的3-3制部署也是发生在清川江战役中。这次战役彻底粉碎了联合国军计划在感恩节前统一全朝鲜的计划。当时志愿军使用的都是万国牌武器，与装备精良的联合国军相抗衡。但是此次战役获得了绝对的胜利，其中志愿军第38军表现得最为突出，取得的战果最大，重创了联合国军。志愿军第38军以阵亡415人、负伤5005人为代价，击毙重伤敌军7485人，俘敌3616人，总计11101人。除此之外，还缴获了大批的火炮、坦克等武器。而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坦克对志愿军是一个极大的威胁。那时的志愿军是没有足够的装备去打坦克的。如果是像神剧一样一字排开，直接和美军应对，那么估计志愿军也不可能取得胜利了。在真实战斗中，志愿军打坦克一般是采用集束手榴弹从侧面进攻，前方2名战士准备投弹炸毁坦克，后方的狙击手负责锁定炮塔，防备敌人的机枪射击和逃跑。而在战争中，不论任何时候的冲锋都保持着疏散的队形，低姿态前进。再比如华野出击石家庄，那就是典型的分组交替前进，一组跃出突击，另一组则负责掩护射击，即使在进军途中也依旧严格保持着这种队形。3-3制战绩最突出的一个小组出现在1962年的打印战争中，他们被称为最牛的3人战斗小组，他们分别是庞国兴、王世军和冉福林，他们都是在战斗中与大部队走散，然后临时组建的一个3人小组。其实原本还有一个周文轩，是个4人小组，但是在与印军大部队进行游击战的时候，周文轩与大家走散。不过周文轩在后面也成功的与部队会合。而3人小组在与大部队失去联系的18天里，他们深入敌军纵深 7.5 公里，打了5仗，击溃了敌人1个炮兵营，端了印军的3个炮兵阵地，并且缴获了7门火炮和大量军用物资。战后，庞国兴还被授予了一个专属的战斗英雄称号——机动灵活、孤胆作战战斗英雄，并且在战后的战斗报告中，他们写道：敌人非但不投降，还胆敢向我还击。而且中国的东西似乎不分时代，现代用的许多理念和战术依旧还是以前的。而在几十年前，我国就已经使用的炉火纯青的3-3制战术，正是现代陆军所苦苦追求，美国正在花费重金打造的未来陆军战斗模式，即每一个士兵都是一个点，一点结网，并且每一个士兵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目标和作用，即使一个点被摧毁，又会有另外的一个点把它补上。这样的网既炸不散，也
打不乱，也就是说再也不会出现当义军主帅阵亡，一个庞大的队伍就会溃散的情况，因为每一名士兵都了解自己的目标和任务，即使没有基层指挥员，他们也会自动组成小组去完成目标。这样的队伍才是真的散出去，完全不怕收不回来。庞国兴3人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即使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他们依旧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也就是说，中国军队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实现了现代陆军还没有达成的先进作战模式。那么美国人和印度人在面对一群未来战士时输了也就不冤了。